美国不敢出兵俄罗斯啊，为何却频频挑衅中国？事实证明呢，拜登政府就怕不要命的。各位好，欢迎来到交谈观察室。近日白宫对外表示呢，美国不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发动袭击，而对此引起外界普遍的热议。要知道，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美国是没少拱火的，制造事端啊，为了借乌克兰的手来对付俄罗斯，而美国更是想尽办法对泽连斯基当局进行军事援助。结果现如今呢，却声称不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发动袭击。啊，你看这个突然有转变啊，那肯定是反常必有妖。白宫显然是有什么原因。值得一提的是，近日来呢，这个俄罗斯方面已经多次对乌克兰境内实施了空袭，而俄罗斯方面也明确表示，这是对乌克兰方面轰炸克里米亚大桥的报复。在克里米亚大桥发生袭击事件之后，普京当局呢强调啊，将会就此进行回应啊。现在来看，这俄罗斯也算是兑现承诺了。而这次不禁让人疑惑啊，战斗民族向来都是有仇必报的，而美国等西方国家频繁对乌克兰进行军援，会不会彻底就惹怒了俄罗斯呢？实际上从白宫转变态度，不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发动袭击的时候，就已经是在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了。美国怕挨俄罗斯的打，而尽管美国是全球第一大国，但是战斗民族真要是急眼那核武器都可以随便上。那个时候呢，是不是第一大国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毕竟核战争一旦爆发，根本没有办法来全身而退。而某种程度上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美国为什么只敢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却不敢直接出兵俄罗斯。据悉有消息说呢，美国国防部再次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了一笔价值约4亿美元的军事支持，一边不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发动袭击，一边呢再次对乌克兰进行援助。表面上美国好像很矛盾，但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美国除了敢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以外他根本就不敢正面与俄罗斯硬碰硬。所以这儿就不得不说一句，美国为什么敢频频的挑衅中国，其实就是因为美国觉得相比俄罗斯，中国更好欺负。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虽然没少发出警告，但更多的是在口头上，而一而再的容忍，时间久了就会让美国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中国要比俄罗斯好对付一些。再者，美国挑衅中国呢，也是因为有日本、韩国这两个马前卒的撑着加上这个印度和菲律宾两个异端顶着，更是让美国认为这个是自己老大的硬气但是呢，俄罗斯就不一样了，俄罗斯一旦下手呢，就是下死手，所以也给中国提个醒，对待美国这样的国家那就必须下手重像他打日本一样，必须打服他让他记住疼。所以这美国就是怕不要命的。当然，其实即便是挑衅叫板中国，美国线下也逐步陷入了困难有报道说，拜登政府给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拨款这两个部门预计呢会在未来5年执行任务所需资金之间存在413亿美元的缺口。而未来5年，美国打算向台湾地区提供100亿美元的军援，扩大对印度洋和太平洋岛国的援助，但是资金也出现了严重的不足。其实你看，想遏制中国，但是美国的钱不够，这下就有意思了该怎么办呢？如果因为缺钱的美国就不仅仅是没办法再遏制中国，援乌行动可能也要停止。当然，其实以美国对中俄的敌意对中国的遏制会想尽办法继续，而对乌克兰的军援也会想尽办法继续进行但是伴随着总统大选的逼近，就已经不允许拜登在任何一件事上再失败了。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